我们俩是去年7月份在一次面试上相识，慢慢的跟他接触，感觉他这个人还是挺好的。从去年的12月份，他突然告诉我，他要结婚。那个对象是我姐，我家人都认可的那种。我一气之下，我就去了他们家。不管家人怎么反对，我就跟他来了北京。从他跟我回北京之后，他经常会一个人去发短信、打电话跟其他人联系。我怀疑是他跟在家订婚的那个未婚夫在联系。就因为这，我们俩产生了一些矛盾。但是我想请他相信我，我会用我的行动来证明给他看。我也非常非常的纠结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一段感情的纠葛，今天我们怎么来帮他们划分清楚呢？接下来掌声请出这对情侣，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公小唐，27岁，来自甘肃，是一名饭店老板，学历大专。女主人公小仲，24岁，来自泽南，她的职业是酒店客服，学历高中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哈，是在招聘上认识的，是一起去参加招聘呢，还是谁聘谁呀？我第一次来北京，我跟我妹来找工作，然后就找到了他们的酒店，是他面试我的。他是你的面试官？对。面试按照我们酒店这个要求呢，他是不合格的。当时我挺喜欢他的，出于私心就通过了。刚开始在那里，他对我挺照顾的。一开始他也没告诉我他有女朋友。我没有明确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也在替你想。那时候我有女朋友，所有人都知道，我怕别人的流言蜚语说你，所以呢，我一直呢喜欢他，去关心他，也没有明确的告诉他呀。直到他离职回家以后，我才为他放弃工作，才去告诉他为什么离开那公司。因为回来之后到过年嘛，一直开饭店，生意怎么样？现在就是到现在应该是没有赚钱，一直是往里搭亏本的，因为我从来没开过饭店。刚开始我就不支持他，因为他什么都不懂。他就想着跟别人一起在考察市场，就盲目的去投资。不是，你们俩这也算经历了一些事儿了吧？既然经历过了，你就踏踏实实的过呗。对了呢，最近呢，一段时间我们经常在一起吵架，因为我没有收入了嘛，没有收入了之后呢，我也非常非常的一天烦，而且呢，他经常的说啊，现在穷日子过怕了，没钱之类的话，所以我就觉得，我觉得他变了，这肯定是变了。而且呢，他经常会背着我去接一些电话。我背着你接电话，是因为我怕你误会我。你接电话，而且我是发现这接电话内容是跟最后我发现这个男人的信息，而且是因为这个男人的事情我还没有解决呢。就是你相亲的对象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你现在家介绍这个对象，而且你这婚还没退，你俩在联系。所以说我不能不理人家呀。你没有跟我说过这事儿啊？我能理解他的焦急，他的焦急来自于他现在的状态跟他去年7月份的状态是一个状态。吃着碗里的还瞄着锅里的，是吧？对，因为他现在是跟他联系，每次接电话背着我，半夜发短信，我想你了等等这样的信息。都是他自己发的嘛，我又没发。你想过我的感受吗？我怎么能理解？我联系想给他一个交代，是想安慰他，想摆平这件事情。等，你要给他个什么交代？就是说我毕竟我觉得我做的不对嘛。刚开始我没有想清楚，就跟他订婚。
你想过没有？你经常跟他联系，而且发短信、接电话都是背着我，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。最后是我自己发现你联系的是我就怕你误会嘛，怕你怀疑嘛。我跟他真的没有什么东西。现在咱俩在一起都快1年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想把这件事情解决了以后，我再告诉他嘛。现在不是。而且你想过没有？现在小唐啊，我怎么觉得你像个怨妇啊？哪有一个男人一句话不让女人说的呀？喋喋不休，你的生活是你选的吧？你的女朋友不要了是你选的吧？你为了她辞去工作是你选的吧？现在你怪这些干嘛呢？后悔了？我现在也犹豫不决，就是后悔了呗。后悔了，那就完了嘛，你直接说你后悔了嘛。那你今天来是想搞清楚事实的，还是要跟他分手的？想搞清楚事实。对呀，那你就听人家说嘛。好，我可以听他说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段采访，是跟你定亲的男孩子。他现在跑到北京啊，这个事情我还是不能接受。现在，然后当初你说我们两个这都已经订过婚了，然后家里面这也同意了，双方家里面关系都挺好的，所以才会让我们订婚。然后我们家在当地这条件也是比较好，然后聘礼也已经给他们家发过了，然后这个婚都是准备结的。现在他这个跑北京了，我们这边就是我这边还是不太能接受。现在就是他在北京的期间，你跟他联系过吗？有联系，我经常给他打电话，还有就是给他发短信，就是想让他回来，想让他回心转意。然后我觉得应该还是我们两个之间这个感情还是应该有的吧。我也是非常喜欢他。你听到了，就是那个男的，你说你俩没有感情，我觉得现在他心里肯定还有你，而且他还喜欢你。我觉得你俩现在联系，你肯定还是想回去，因为你现在已经后悔了。但是我根本没有喜欢他呀，难道这2年还看不出来吗？但是现在电话录音你听到了吗？你别吵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他坚定地认为你们俩之间是有感情的？这是他的原话。他是故意说的，我真的跟他没感情的。他的目的，故意说的目的是什么？故意说让他相信他，他不相信我。好，你见过他家里什么人都没见过是吧？没有，我一直想见他见的人，当面跟他说我对他一直的感情。来，接下来让我们请上小宋的姐姐，来有请。你个骗子，你就是骗子！我怎么骗子了？我怎么又变成数落我妹妹？我怎么变成骗子了又？怎么没骗呀？从我们家把他骗走了，不叫骗吗？从家里也是他自愿跟我一起来的。你不去让人走吗？本来就要订婚了，要结婚了。来，姐姐，咱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干涉别人的婚姻自由，对吧？你不是要见家人吗？来，跟家里人说说，下一步什么打算？我下一步打算就是想让他跟以前男方断了，家里人能做主把那个婚退了，因为你们收了聘礼。虽然我现在没有钱，但是我想。这个钱以后我来承担，给他退掉。你好意思说让他断了呀？你好意思啊？你有什么呀？你让他断了呀？你现在有什么？能给他什么呀？你现在不就是嫌我穷吗？还赔钱。现在你看他嫌我穷，你家人不也是嫌我穷吗？你们全家人嫌我穷吗？嫌你穷怎么了？别吵了，别吵。姐姐问几个问题啊？男方不愿意退亲是吗？对啊，他挺喜欢我妹妹的呀。男方也是你说的是吧？对啊。你自己结婚了吗？结婚了。你老公很有钱吗？还行吧。行是什么意思呀？在他们的意思就是肯定比我有钱呗。你现在天天跟我吵架，在家里吵架，不就是说的老是我就是心里面就不舒服，我也知道。得，你说他嫌弃你，家里面条件那么好，那个男孩子长得不比你差呀，有房有车，你有什么呀？他嫌弃你啊？姐姐，我换另外一个情景来问你好吗？先把情绪消一下就行。如果这个男人他对你的妹妹特别的好，你的妹妹也特别的爱他，他们就现在过着这种创业的苦日子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态度还想让他回去吧。也就是说，不管他们俩的感情是好与坏，你的终极目的都是带他回去，是吗？对啊。姐姐，你爱你先生吗？你不是已婚吗？很爱啊。你先生如果没钱了，你还爱他吗？爱啊。你说你现在爱你现在的老公，你为什么还要带他走？你现在只考虑说给家里人撑面子，而且那人有钱，你现在就认为有钱。因为我姐她嫁得远，所以说现在我没有收入，她想让我过得幸福一点嘛。兄弟，基本的礼貌懂不懂？懂。姐姐，你妹妹很爱他，这个事实你看到了是吗？
假设这个男人不是像现在这样喋喋不休，不是不信任你妹妹，他一如既往的爱着你妹妹，可是他是一个穷小子，你会帮助妹妹在父母面前说一些好话吗？这样的话，我会支持他呀。啊，你会支持他，但是家里面因为你看到他幸福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是可是现在的情况，况变了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既不疼爱他，他们俩的争执又大，又没有钱，对啊，所以你愿意拉他回去，是这意思吗？对啊，一开始家里面人都不同意嘛，是我在中间帮他们嘛，我也跟他说了，然后好，帮家里面人行，劝。知道了，谢谢姐姐的态度啊，请回。姑娘，这一段爱真还是不真，自己考虑一下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男人这一生要在2个战场上作战，情场、职场。要真正的生活的强者是2者都能赢。男士呢，在前一段恋情没有结束的时候，已经恋上了新人，同时呢，在事业上呢以公谋私，然后最后还来个不辞而别。这应该没有什么错啊，因为当时你觉得没有错是吧？我喜欢他没错啊，我肯定是喜欢他的。你觉得没有错是吧？你把情和职场这2件事儿混在一起，结果2个你都会后悔的。我告诉你，你这种人很缺乏责任感。这种责任感，也许你对前一段感情的责任你缺失，你对你那份工作的责任感也是缺失的。在事业上的你的表现是完全可以影射你人生态度的。当时我工作的时候，在单位来说，老板是非常认可，而且员工都是认可的。我在责任心亏不亏心？对得起你老板吗？如果我是你老板，我觉得这么一个员工，我这么认可，然后还能因为一个女人不辞而别了，对手上工作一点责任心没有，我心寒啊！我总不能因为工作放弃我一生所爱的人吧？我肯定是选择离开啊。
说实话，我一直是爱他的，只是现在，说实话，我现在也没有了经济来源，我也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给他幸福。你担心他会跑，还是担心你不能给他幸福？两方面都有原因吧。面对生活窘境的时候，其实每一个人都会焦虑和焦急，直接反映在夫妻关系上的就是争吵。姐姐刚才你注意，姐姐在回答我那个问题的时候，还记得我说哪个问题吗？现在你都记不住了，因为你一直在吵。我重复一下原问题和姐姐的答案。同样是这样一个男人，他很贫困，他没什么钱，但是他精心地呵护着你的妹妹，你愿意帮助妹妹和这个男人在家里给他们说一句话吗？姐姐的原话是：如果是这样，那我愿意。所以家里人反对，到底反对的是你的钱呢，还是你对他的态度和这个问题的处理？请你自己多做考量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，说自己内心最想说的话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其实从一开始到现在，我爱你从来没有变过，我相信你从内心也是爱我的。但是关于现在的现状，我也内心非常的纠结，咱俩是否可以继续下去？我也非常的迷茫。我希望在这个时候你能做好自己的选择，你的选择我也不会怪你。不管家人怎么反对，不管你怎么误会我，我始终是爱你的。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，相信我。希望我们俩以后好好在一起，不要吵架。还有吗，姑娘？啊，来，请亮灯。哎，两位转身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各位，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我们做一个很小的一个调查。你会为爱而私奔吗？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这个现场有76.67%的观众朋友是不会为爱而私奔的，剩下的23.33%的现场观众选择了会为爱而私奔。谁选择的？举手示意我一下。来。就是我感觉他们谈话的过程中，我感觉他们还是相爱的，所以我选择同意。你自己呢？我调查的是你自己会不会为爱而私奔？应该不会。为什么？我感觉家庭也很重要，不能说为了爱就私奔了。谢谢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，请出我们的小花童，有请。谢谢。谢谢，感谢杰丽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，感谢天津东尼佩吉钻饰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钻戒。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浪漫而神圣的时刻。亲爱的，嫁给我吧！我以后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给你看，我会爱你一辈子，一生一世的，不会再误会你了，请相信我吧。然后抱下去。哎，第一次看见这样抱的啊！